先来把这个里部也裁剪好啊。这个里部呢，我们是有50厘米长，然后大片的话呢，这边把大片放在这个上面，前面预留这么多，然后这里呢预留这么多，可以用一个大概1厘米嘛，不到1厘米的样子预留这么多就可以了。然后画一个线，然后把它从这里剪开。那比如说这边我留了有1厘米，然后这边呢我也留个1厘米，大概就是这个位置，然后给它画个线，然后我们从这里呢一会儿把它剪开。这个呢就是我们预留的充足的一个，避免大家剪坏啊，千万不要剪坏了。然后这个呢也是这样，就是在剪开以后呢，我们右边留个1厘米，然后左边留个1厘米，或者说不到1厘米吧，就是总之呢是比它大一圈的一个样子就可以了。然后那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剪开嘛。剪开之后呢，这个大的就好了，大的我们先留在这里，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小的，也不要留太多啊，到时候内衬那个太大了也不行。然后这个的话，我们就是你看啊，下面留个1厘米，或者说不到1厘米，8毫米的样子。然后这边也是留这么多，然后上面也是留这么多。然后这边呢也是留差不多就可以，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尺寸呢把它剪掉，这样就画一下比较好剪一点。然后这里呢也是起我们画的线呢给它剪掉。好，剪掉之后呢，我们再按照同样的大小再剪1张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的2个侧面，我们需要2张。好，这样呢，我们2个侧面就做好了，然后我们就开始缝合，把这个内衬给它缝起来。然后接下来我们把里布拿出来。好，拿出来之后呢，我们缝合跟那个，是这样缝合的，就是把这个长的这一边摆在这边，这个手不要一直去拨动这个东西啊，就不要去拨动这个线，不要把它拉出来。我们可以把它这样轻轻的把它剪掉，手不要使劲拉。哪里有线头，我们可以把它剪掉。如果看不惯的话，剪不剪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好，然后把它这样，然后我们从这里开始缝，然后缝到这里的时候呢，把这个里部呢这窄面朝下，然后继续缝，然后缝完了之后呢，我们又缝到这里，然后缝上去。我感觉这个这样子对比的话呢，我感觉这个是有一点矮了，然后这个呢又有点长了，然后我们可以把它修的窄一点。把边缘这个给它修掉。自己呢可以就是和我刚才这样先对比一次。这样子对齐之后呢，按住这个角，它会在这个角这里旋转一下，然后这样过来，然后再在这个角旋转一下，然后过去，差不多长就可以了。好，然后呢，我们就开始缝。好，先把它这样子平铺在这个上面。好，拿出我们的最细的缝合针。好，再次拿出我们的这个毛线，白色毛线，然后剪一个也是接近1米左右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从中间呢取出2股，然后把它分开。
然后穿在缝合针上面，把线好穿进去以后呢，我们就直接这样拉一点出来就可以了，然后就这样在针上面挂着就行，它不会掉的。然后在最后最长的这一边呢，给它打一个结。可以打2个，这个结可以稍微大一点。好，然后呢，不用留太长，然后把结留住就可以，然后把它剪断。好，然后这边呢，从第1针开始缝，就是都要留一点距离，上面到这里入第1针，然后这边也到这里入第1针就可以了。留0.5厘米左右，细心一点缝啊。这个缝的话是可能很多人都不是特别拿手，包括我自己也不是特别拿手。把它拉过来，这个缝的话就是细心一点就行。然后我们第二针穿下去，手尽量不要去动这个边缘的位置，而且我们也没有去缝这个边缘的位置，所以不会导致它的线开掉。然后就它开不开掉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要去缝那里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又从等一下。好，我们从这1针缝上来之后，我们要在下面1针一点点，然后再穿进去之后再挑上来，可以稍微缝密一点啊。2片是对齐的，2片对齐，就一起就操作。好，上去下来这样。多缝几针呢，把线拉过来，然后把这里给拉平整，手要拉住这个中间位置，也不要去扯这个边缘的这里哦，不要一下这样子手捏住给它扯过来，就线就扯滑掉了，也不能这样，就直接是扯手要找一点感觉，就不要扯到那个边缘。扯一下，轻轻扯一下，然后下1针继续啊。然后这里呢，到了快角落的位置，我们在下面，我就在下面吧。在距离角落还有0.5厘米左右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线带上去，就还是0.5厘米嘛，因为线已经缝到这里了，对吧？那么只是把线先带上来，就在同样差不多的位置给它带上来。好，上来以后呢，我们把这个织片给它旋转过来，然后再用这个角与这个边缘这一根对齐。右手在这个角这儿辅助帮忙，主要是以右边为准。好，对齐，看看后面是这个样子的，它直接形成一个角这里。好，然后开始缝。好，这里也是剩0.5厘米的样子。好，然后再把这一片呢给它旋转过来。
再从这里开始缝，尽量呢是给它对齐啊，整个缝下来是对齐的。哪里皱起来了就给它拨弄一下。好，继续往上缝，没有对齐就继续把它对齐。这里有这些散开的线，最好不要去管它，管不管它都无所谓，对我们一会儿是没有任何影响的。然后这里呢，我们需要给它打结。打结的方法呢，上一次有个姐妹教我，我忘记了，那我还是用我的方法啊。就这里，我们给它固定一下，这样手在这里给它绕一下，好，然后把针这样穿进去。穿进去，把这个结固定在这个地方，然后拉动。好，继续手这样给它绕一下，绕一个交叉，然后再把针穿过去，然后把结呢给它固定到最下面的位置。好，然后拉动。好，这样打2个结呢就固定好了。固定好了之后，我们就留一点小线头，留一点点线头给它剪掉。线老是不聚焦。好，然后我们这边缝好了以后呢，我们把另外一边也按照同样的方法呢给它缝好，都可以从这边开始就可以了。好，然后两边的这个侧面织片要一样大啊，刚刚那边修剪了一点，然后这边呢我们也去给它修剪一点边缘也是可以的。好，这个呢我们就自己把这一边缝好就可以了哦。好，我们这个内衬呢就全部做好了，做好了以后呢，我们把它放在旁边备用。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把网格给它缝好，然后我们拿出我们准备好的这个白色的线，取个1米长的样子，然后把它剪断，然后把1米长呢穿在这个叫缝合针上面，1米多一点嘛，好吧。好，然后我们开始缝合这个这个网格呢，不分正面反面都可以的。然后把它先在长的这一面其中一边对齐，然后我们第一个格子缝第一个格子，这样。好，2个重叠，然后在第一个格子里面穿进来。好，穿进来之后呢，我们把这个结，不对，把这个线头呢和这个长的，我们在这里先打一个死结，给它固定好。这是平常打结系鞋带的一个方法，给它打在侧面，把这个结就不要打在上面去了。好，使劲，然后继续再打一次，要打个死结。好，死结打好之后呢，我们把这个线给它按在这个上面，按在这个边缘上，然后我们在继续缝的过程中，它就会被包进去了。好，第1针长好之后呢，我们第2针从下面穿上来，第3针从下面穿上来，第4针继续从下面穿上来。你看，在穿的过程中，它就把那根线呢从边缘给它包进去了，然后继续缝。好，一直缝到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角落的这一针。那我们缝到了最后一针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它们重叠的这一根线啊，重叠结束的这一根线给它折一下。那我们就在这个线这里折，你看这个线对齐，然后我们给它弄一个折痕出来，把包包的形状呢要给它弄出来。也就是说，从这里数的话，是在第20格这一根边缘的线上面给它折一下。好，折好了以后呢，我们翻到这个位置。好，然后继续缝合，看好了啊，竖着缝。那我们这个第20格的话，是在和这边的第20格这样子缝。对吧？然后缝完了之后，我们这个进行到第21格，那我们还是和这个角落的这一针开始缝，就是这个角落里面呢，我们去了2次啊，这个角落里面我们用这一个孔解决了这2个孔，明白我的意思吧？首先呢，我们这里缝了一针，然后接下来这一针是在下一针穿进去，但是还是在这个小织片的角落上这一针穿出来。只有角落上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接下来呢还是一针对应一针，好，你看这一针还是对应角落这一针，接下来还是正常的缝，接下来还是正常的一针对应一针。好，你看角落上这一针又到了，先缝第1次。好，缝好第1次以后呢，我们可以再次给它弄一个折痕出来。那你看这里呢是9格，和侧面的宽度一样。好，然后咱们继续缝。好，还是和刚才一样，然后这里呢进行到下一格，然后还是从这个角落这一针穿出来，穿错了。好，从角落这一针穿出来，接下来呢还是一针对应一针，然后一直缝到最后一个，那它就是刚好对齐的啊。好，最后一针缝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把它最后一针多缝1次。好，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缝，往下面缝一点，然后我们在下面打结，可以在第3针或者第4针上面就比较合适。好，这是第3针，我们进行到第4针这里来吧。好，然后这里打结的方法我们可以看一下啊。那我们看一下打结的方法，我们这样子，用缝合针呢，随便挑起一针，挑起刚刚缝的那一根线就可以，然后先把它带紧，带紧了之后呢，我们把这根线呢，在缝合针上面这样绕2次，好，然后把它拉出来，把它往下弄一点，好，这样子呢，我们就打好了一个结。好，打好结以后呢，我们再把线头呢给它藏一下，就还是挑起它这种线，可能不是很方便挑。好，挑2根，这样把它往下带一带。好，可以多挑2次，一共挑个3、4针就行。好，带好了之后，缝合针取掉，然后把这个线头呢给它剪断，多余的就不要了。然后我们重新拿出1米多的线，然后把另外一边按照同样的方法给它缝好。我们网格缝好了呢，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把内衬放进来试一下啊，只是试一下大小。我们等一下还是要把网格，把那个内衬给它取出去。我们要给它取掉，我们先不装在里面的。我们要包包做完了以后再来装里部，
这个是一定的事情啊，千万不要先把里布装了。好，然后我们一会儿呢是这样用的，就是给它折到里面，这样。好，高了多少呢，我们就给它折多少进去。你看侧面其实还有宽的，侧面我们都还可以再剪掉一部分，但是这个大了没事，就怕小了。好，这样差不多，整个呢都还是差不多的，就挺合适的一个效果。好，我们把这个内衬呢放在一边备用啊，我们先千万不要不要那个内衬，我们最后再来装。然后我们来再裁这个白色的这个线条，也是拿到这个皮尺，我们来量长度，大概是也大概了37厘米啊。我们看一下，我们皮尺一定要拉直30，看一下这个线段放好以后，我们皮尺要拉直是37厘米啊。这里有根裁好的，我看一下是不是37啊？38的，好，37或者38这个都可以。这样吧，来38厘米，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皮尺拉直，然后把这个线不要，这个它是有弹性的啊，稍微不要给它拽直，这样子。那这里到这里是38厘米，我们看一下啊，38厘米，这里看一下，用这边厘米的这边啊，不要用宽的那边，到38这里，到这里剪断。好，看一下，这里长度呢是38这样一根啊。好，那这样子的方法剪10根，剪完第1根以后，剩下的我们直接比对就可以了。剪10根啊，第2根。好，剪完以后这一根放在一边，还拿刚刚的第1根做比对啊，不要再拿第2根做比对，可能剪着剪着它就越来越长或者越来越短，我们永远拿这第1根做比对。好，到这里剪断。好，放在一边，然后还拿这第1根做比对。那如果要是分不清第1根第2根了，我们就自己拿皮尺剪38厘米啊，自己去剪38厘米。好，4根了，5根，这样的方法一直剪10根。6根，7根，还有就是不要数错数啊，一定是10根，万一剪成11根完蛋了，后面的线肯定是不够的，所以一定不要错哦。数一下2、4、6、7、8根了，加我手里的，然后再来2根就可以了啊。如果剪错了的话，那就线肯定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的线是做一个材料包多一些，但不会多太多啊。好，数一下2、4、6、8、10，没错，那就不能再剪了哈。然后剩余的线呢，我们再剪2条长一点的啊，我看一下，再剪2条长一点的。那长一点的这个厘米呢，我们来比一下，看一下是多长啊。这里我有1根，我给大家比一下，56厘米的长度，这一根再剪2根56厘米长的2根啊，大家自己去剪，用厘米的这边还是哈，不要用错。好，然后把它拉直56厘米，在这里断1根，好，然后再来1根。
如果要是有多余的，我们就放在一边不用管它。2根长一点的56厘米的，然后10根短一点的37厘米的。然后我们找到这个蓝色的，才61厘米61厘米的长度，这里。一共是才7根。大家比对的时候一定要比对好。那这个蓝色的我们也裁完了61厘米哈，不要裁长了，也不要裁太短了，短了就没法用了。然后这个最后剩的2节就是没有最后剩的2节，然后就是这样裁完了1、2、3、4、5、6、7根蓝色的，然后白色的长的是2根，然后短的是10根。现在呢，我们来进行组装。先来组装白色的短的地方，短的部分在组装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个线头的棉花剪掉一些，我们看一下这样翻出来大概剪掉个这样2厘米左右这些有2厘米嘛，反正就是剪掉这些也就1厘米吧，这样剪出手指头吧，比一下，这样1个手指头的宽度就可以。这边也是一样的，看一下，剪掉1个手指头的宽度，大概这样子拿出来看一下，1个手指的宽度把所有的白色的全部都剪成这样子的全部剪成这样子的10根和其中2根长的，10根短的和2根长的全部剪成这样子的。现在呢，我们来进行缝合。现在我们来缝，先拿到短的这10根其中的1根，然后拿过来，我们看一下数下格，1、2、3个半格这样子，它占据大概3个半格的距离。你看一下，1、2、3个半格我们先给它缝上，这样子给它折过去，看一下，看出来了从这边折过去折一下，然后我们给它缝上。网格为界，这样子缝上它，占据大概是3个半格。这里我们就缝完了看一下，把它缝上了，然后我们再来1根然后这个压的这个线我们能看出来，把压的线尽量在下面或者在侧面不要让它在上面，压的线在上面就不好看了，让它在下面或者侧面。好，再3个半格，也就是说每2根这样的线占据7个网格，7个网格放2根这样的线。那我们网格大家自己去数一下，1、2、3、4、5、6、7，好，第7个网格这里我可以往这边侧一点它多出去一点没关系，因为2个看一下互相要搭一下这样搭一下，那我可能站到第8个网格了，占一点了没关系一会儿下一个跟它搭一下就可以了。好，这样子缝上这样给它2个搭接一下继续缝。好，这里我又缝上了1根，看一下1、2、3、4、5、6、7，这是7个网格完成。那下一个也是占据7个网格，2根占7个，1、2、3、4我占大概3个半的距离，可以在这里
好，依然给它缝上去。啊，这里可以稍微大一点啊，不要留缝隙，留缝隙的话，它就不是很好看了。好，继续下一根。啊，数网格的时候还是可以再数一下，1、2、3、4、5、6、7，啊，1、2、3、4、5、6、7，站到这个位置。啊，好，那我这根刚好在这里，也就刚好哈，刚好我就给它穿上去，也是两根之间呢，也是稍微搭上一点点哈。这样再继续缝。啊，这样一针一针的给它缝上就好了。好，那同样的方法再继续，再来一根，还是占据1、2、3个半的网格，大概。好，这里我就占据了大概3个半，啊，给它放过去。好，然后再来一根，那这是半拉1、2、3，好，在这里。好，现在呢，应该是剩余14个网格啊，那我们也是再稍微给它缝上去，还差4根，1、2、3、4、5、6根，然后再差4根，应该是这里缝4根啊，大家自己呢把它缝完，我就不学啥了。啊，看一下这边很窄的一条啊。好，再来一根。好，再来一根。最后一根。啊，如果这边稍微往这边这个拐角这一点没关系啊，就大概这样缝上就可以。好，
这10根缝完了，我们在侧边这里是2根长的，我们找到2根长的，给它缝上去。找到这2根长的白色的，然后我们占据的格数呢是它的1半，侧面网格的1半。好，给它缝上去。另一根也是占据它的另一半，然后给它缝上去。好。这时候呢，我们看一下我们对面的这10根，我们要给它翻过来，给它摆正当。好，差一个，这里10根，10根摆整齐。好，然后我们给它转过来，这样子给它缝上。那这时候呢，我们看一下是很松的，不要给它拉的特别直，这样再去缝。你说，哎，我这怎么长这么多呀？不是的让它松散一点，这样子扣上去。这里是松散一点的，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要上别的线。好，我们给它缝上去。同样的方法，2根线占据7个格，第2根放上来，看一下2个都是这样，稍微松一点，可以基本上是1个手指可以进来的就没有问题，缝上去。好，这里呢，我这根线用完了呢，我就在针目里面多缝几针，这上面多缝几针，然后剪掉就可以了。剪掉以后再换一根线换一根线以后，在接头的地方我们多缝几针。好，然后再来一根，还是松散一点是没问题的给它按上去。那后面的话，大家自己去缝，把这10根先缝完然后最后再缝这2根的时候，我们暂停一下，等等我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这2根的缝法。我们先将这10根大家自己给它缝完。好，这里我也缝完了10根缝完了，我们看一下，整个把这个包包已经包裹好了。现在来缝这2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等我，没等我的不知道有没有缝错现在我们看一下这2根，先来这1根。那我们现在呢，需要绕过它们，不能直接这样过来，是不是？需要压住这根线，从这里掏出来，然后越过1根，第2根掏出来，看出来了吧？再越过1根，第3根掏出来，这样子压1根上1根，压1根上1根，压1根上1根。好，然后压1根上1根，然后压1根上1根，这样子给它抽过来然后把它摆的稍微不要让它打转绕上劲儿，然后给它弄好摆整齐。看这里，好，另一根也是一样的。那另一根呢是这一根压着的是这一根，那我这一根要上在上面要
错开，好，同样的压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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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给它弄过去。好，这样子看出来了啊，是错开的，边框一样，边花篮一样，这样编过来的哈。好，然后过来，这时候呢，我们再把这2根给它上好啊，同样松一点是没关系的啊，不要弄太紧。对，好，摆好。好，如果要是编错了，可能大家自己就去拆一下啊，要拆一下，重新弄了。要是没编错，就跟着我继续往下来做，把它给固定住。好，这一根一样的，给它提上来，摆整齐。好，给它缝上。好，最后我们的线头呢，同样在里面缝上几针。好，这样子缝上几针以后，给它剪掉就可以了。啊，看一下白色部分，咱们就全部都弄完了，下面底已经打好了，是这样子的啊。好，那现在呢，我们来进行彩色部分的。横着的这几根，横着的这几根呢，一共是有5根啊。横着的这几根，我们来编，看一下，随便找一个地方起头啊。那起头的方法呢，看一下，这里这根是压住下面这根的，那好，我这根就要这样子，看一下啊，说也说不明白，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懂了。这样子的，这个在上面，那这根蓝色的就在下面。好，然后一根压着一根的。啊，越过一根压一根，这样子来走就可以了。啊，也是给它打花儿。好，这边啊可以，要不拽的话，就这边再来一下，一根一根的编过去。编过来，好，到这里给它连接。好，连接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棉花，我们在走的时候，棉花可能会多出来一点，对不对？我们稍微剪掉一点点，不要太多啊，剪一点就可以。啊，这边也是出来的棉花，稍微剪掉一点点，啊，就这样一点点哈。然后把这个拉过来，把这个也拉过来，然后2个对在一起，给它缝上去就可以了。看一下。2根对在一起，那这时候呢，我们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好，这样子对上，然后给它这样一缝，啊，就是一针一针的这样撩一下就可以啊。看一下是这样缝上去了，然后后面这里也是一样的，我们给它转一下，这样是一针。好，这样子给它缝好啊。这边还有一个缝隙，我们也给它缝上。好，给它转过去。这边再缝2针。好，这样其中一个就缝完了。
缝完以后呢，也是在这个随便多缝几针，好，可以了。这个接头呢是压在白色的下面就可以了啊。我们看一下，好，这里呢我们给它调整一个位置。好，这个接头压在白色的下面，然后再一根，这样子，也是这样。那这边也是一样的，再给它可以过去。同样看一下，两边也是这样子的啊，一定不要错，尤其在接头的地方，看一下是对的啊，压一个，上面有一个，压一个，上面有一个，那就对的。也是棉花稍微剪掉一点点，然后给它缝上就可以了。那大家自己来缝啊，这个呢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大家自己给它缝上。这里我缝完了啊，然后我们同样给它移到白色的下面来啊，然后找到一个最舒服的感觉，压到它的下面就可以了。然后给它调整位置，调整往下面去调整位置。好，好，这里也是调整。然后再上3根啊，一根一根的上，大家自己去把这3根给它上上去啊。上1根以后就往下调整距离，调整，然后再上1根，再调整。看一下，当我们全部都弄好以后呢，需要给它做一个整理，像这种褶皱的地方，首先把它往上弄一弄。就是大家给它做一个整理一下，整理到自己认为美观好看为止。这地方，像褶皱的地方给它这样弄一下，这样子就不褶皱了，对不对？好，这个位置也是。那看上去饱满一点，好，这边就好了。那这边也是一样的。这样。下面也是一样的，给它弄得好看一点。好，整体咱们就完成了。然后我们给它把包带上去。然后也是包带头这里稍微剪掉一点点。好，然后找到线，在第2根包带第2根竖着的地方第1根、第2根竖着的地方给它放在里面，给它缝上去就可以了。在第2根竖条条这里，
给它缝在上面。好，再继续。包带的地方呢，咱们可以多缝上这样几针啊，因为包带我们是承重的嘛，多缝几针的话，它会结实一点。好，缝完以后，同样的方法。线呢，在这个包包上面多缝几针，然后断线就可以了。先断。那同样这边也是给它固定上，另一根包带呢，大家自己去固定上，给它放在包包里面。然后这边看一下这边缝的这边呢是不用翻过来，直接这样搁进去往那边搁进来，这样搁进来。看一下里边是比较平整的，这外边不用管它，直接放进来。然后我们给它缝在包体上面。我们找到这个无骨牛奶棉，这个我们给的是多的哈，我们剪掉一段，然后可以抽出其中一股，看见没？这是无骨的，我们抽出其中一股，这样转，一直抻，给它抻出一条，然后穿在这个针上面，它也是可以当线来用的然后穿进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给它缝上去，给它往回折一点点往回折一点，然后摆在上面。找到其中侧边，从侧边的这边开始，侧边不用管它，稍微折一点，然后这个连接的地方呢也在脚这里面然后我们从侧边开始缝好，这样子给它缝上来也是一针挨着一针，然后可以缝的稍微密一点，不要太稀松太稀松可能不是很美观。这样子一针挨着一针的这样来缝就可以了。缝的时候注意不要缝到这个蓝色的地方我们就是缝白色的地方，不要把横着的那根带子缝上去，要不我们可能在调整包包的时候，蓝色的不小心如果缝上的话，它就调整不了了。好，继续，然后也是弯回去一点点，然后这样子对齐，然后缝一直这样将这一圈都给它缝完。这个内衬呢会比包体稍微的大一点，那我们可能需要在边边的地方，在侧边的地方需要重合一下，需要把内衬重合来缝我们看一下，缝到那里我们来看一下。好，这样一直缝到这里，好，也是这样一针一针缝就好了。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咱们就缝到脚这里了，是不是多一点？多一点没关系，给它折的时候给它往里撵一点点，然后再这样折上。就是说接头的地方呢给它接上，这样对折。看一下我这样折可以，这样给它折上一点点，然后给它弯回去然后再这样给它搁在这上面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重合一下，把内衬重合一点，这个是可以的，没关系啊。好，然后到脚这里呢，我们就多缝几针。脚这个连接的话，我们多缝上几针，给它固定好。然后我们这里也是给它弯回来。好，继续向前缝就可以了。啊，大家把这一圈呢给它缝完。啊，自己把它缝完。这里我们看一下，咱们缝完以后呢，同样这个在这个包包上面多缝几针。啊，多缝几针，然后断线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内衬也上在里面了啊。上好以后呢，最后我们把细扣上来。啊，最后还有一个细扣，看一下，上在我们中间位置也是2个包带，然后再往中间，再往中间，在这2根的中间位置，大概啊这里啊这2根中间2根竖着的中间位置，然后靠上，这样子给它穿进去。先找一个位置，然后找到以后呢，把这块稍微的剪一下这个内衬，剪一个小口子啊，不要太大。哦，这个剪子不是很好用，我想换一把。不换了，直接戳它一下得了。这里剪吧，一定要小一点啊，不要太大。好，然后给它穿进来。好，然后找到这里啊，穿好以后呢，我们直接给它按上。啊，能看见吧？这2个爪爪给它按上。好，这边也是给它按上。好，同样的方法啊，这边也是找到2根柱子的中间位置，我们可以给它上一下，然后大概这里啊，上的时候看一下，这里也是2根柱子的中间位置大概，然后我们比对一下包体是不是啊，很中间的地方。好，位置没错，然后我们也是一样，给它剪一下。好，然后给它按进去，把它抠下来先，然后按进去。也是用剪刀给它按住，按在上面。细扣我们也上好了，看一下，没有问题啊。然后最后蝴蝶结我们给它绑上去，找到其中一根带子，然后先打一个死结。好，然后这边折一下，然后这边也过来啊，这边折一下，这边过来，然后给它拽过来啊就可以了。然后给它调整好看。这个可爱的包包咱们就做好了。